我想请问您是接受一次生死论呢，还是多次生死论？如果您到现在还是坚信一次生死论，那我也很尊重你，那就表示您对灵魂的事情还不是很清楚。因为能量是不灭的，灵魂也是不死的。您是第一次做人呢，还是已经做了好几次了？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呢？因为人到底是生了以后死，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吗？这个是叫做一次生死论，就是生一次死一次，然后就没有了。另外一种呢，就是生了又死了，死了又生了，然后反反复复的轮回，那叫做多次生死论。当然啊，这当中还会有很多变化，不过我们也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我只是想请问您，在这两个当中，您比较倾向于哪一种？如果是一次生死论呢，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想到，那你怕什么？一个人他去抢银行，你去抢银行，死就死了吗？那你就不用相信因果。又有什么因果呢？反正就是眼睛看得到摸得着的才算数，看不见摸不着的，那就不用花时间去想它了。但是呢，如果你是相信多次生死论的人，那你马上就不一样了。你会知道啊，生命是很有限的，但是死亡好像是没完没了的，你必须要为往生以后的事情负责。你也就会慢慢的能够接受啊，为什么大家同样的努力，有的人他会成功，有的人却不会成功。那是因为啊，上辈子带的一些所谓的债，他还没有还清。我们只能够说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相信多次生死论的。在西方的某些科技发达的国家，他们曾经做过呀，有750人的集体催眠。在催眠的状态之下呢，通常人是会讲真话的。所以就问了那750人，他们大多数都是说，大家都已经做了好多次人了。后面研究人员就接着问他们，那如果你们是做很多次的人，那请问你这辈子来是想做男人还是想做女人呢？答案真的是让我们出乎意料，大多数的人啊都选择想做女人，没有人要做男的。我想催眠师都有点感觉这不可能，因为我们曾经一直认为我们是重男轻女的，当男人比较轻松呀，当女人的负担比较重啊，比较受苦呀，怎么会有这样的答案呢？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呀，那为什么你会选择做女人？那答案就很清楚了呀。我如果做男人的话，我靠爸爸，爸爸不靠，我只有靠我自己，我就只有2次机会。如果我做女人呀，我有3次机会，我靠爸爸，爸爸不可靠，我找个男人做丈夫来靠，男人不可靠，还靠不了，生个儿子再靠，有3次机会可以靠。实际上啊，我们所认知的东西跟真理是差蛮远的，我们的认知很有限，我们的选择能力很薄弱，我们的判断能力很差劲。可是呢，现在的人几乎不是这么认为的，都很相信自己，说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亲耳听到的，我想通的，我实验的结果。结果我们大部分呀都是自己在骗自己。我们常常认为啊，生儿育女是女人的事情，常常骂说这个女人不争气，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然而科学已经证明不是这样的，因为决定性别的 X 和 Y 染色体是靠男人来决定的，所以生出来的小孩啊，是男的还是女的，其实是由爸爸的染色体来决定的，跟妈妈的关系很小。所以已经平反了吗？我们要知道呀，父母其实是我们选的，不是他把我们生下来的。一个灵魂要投胎的时候啊，他是带着自己一生的计划来投胎的。你看今天 DNA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要把一生的计划带下来投胎。我们以前把那一生的计划叫做天命。天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天带来的人生规划，那就叫做天命。可是灵魂计划好了，一进去投胎以后呀，你就会发现我们是利用父精母血来选择我们要利用的因素。比如这个灵魂本来是要做男的，可是一看呀，这个男的基因太差了，所以他很可能就变成女的出来了。所以你才知道呀，为什么有的女的长出来以后，甚至一辈子她都跟男的一样，就是因为她本来计划是要做男的，结果一看基因性状太差，然后就换了一个变成女的了，可是她的灵魂还是男的呀。这样一来呀，我们就可以解释很多我们以前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所以啊，我们把我们以前所了解的、所认知的暂时搁在一边，不要先入为主。另外，心想事成啊，并不是一个祝愿语，我们现在都把它当成祝福语啊，祝你心想事成，这是没有用的。
因为心想事成是一个叙述语，是一个陈述句。只要您真正的了解啊，你会知道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都是心想事成。但是反过头来说呢，每一个人也都是自作自受，所以不值得我们同情。这样一来呢，你又会觉得很糟糕，那好像人间的温情都不见了吗？其实呀，每一个人没有任何例外的，都是4个字：自作自受。我想问一下您，我们的主人是谁啊？有3个选择，一个是老天，叫天主；第2个是民主，就是很多人合在一起做主；第3种就是自主，我们自己做主。你自己做主，您选哪一个啊？我先来否定民主，因为我们走遍全世界啊，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是真正民主的，我们都是自己在骗自己。共和党起来，共和党做主；民主党起来，民主党做主。全世界呀，都是党在做主，叫做党主，没有民主。你看这起码的东西我们都搞错了。另外呢，天也无法做主，因为天从来都不说话。天之所以了不起，天之所以让大家都觉得它很公平，就是因为呢，它从来都不说话，这个是最厉害的。那到底是天命归于好人，还是天命归于坏人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您说好人一定会出人头地吗？不见得，有的时候呀，坏人好像活得比谁都长。所以啊，民主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就是自主。我们都是自己的主人。这一点啊，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佛教是相对接近的。佛教说人人皆可成佛。实际上我们今天对宗教的认知啊太有限了。信佛教的人有几个知道佛教是无神论，它是没有神的。另外又有几个人知道佛教其实是不讲轮回的。我们现在要了解啊，人类的尊严就是你自己做主。人啊，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起全部的责任，这才是个顶天立地的人格。那我请问您，你怎么做主？我现在讲一句话，这个人不是我，但是我是这个人，您听了有什么感想？再说一遍啊，我是这个人，这个人不是我。我这辈子名字叫肯，但是我上辈子名字不叫肯，我下辈子也不可能叫肯。所以肯啊，它只能代表我这辈子，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我。我这辈子来到人世间，我借用这个身体作为我的工具，作为我的载体。我死了以后把它丢掉，我还是我，我没有死，因为灵魂是不死的。可见呀，我们平常时所认知的你我他都是假的。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呀，就比较容易去体会为什么佛教告诉你4大皆空。佛教只是劝人为善，叫大家要安宁，要有内心的平和。可是呢，历史上的宗教圣战比谁都可怕，哪怕是好像最温和的佛教里面啊，也是派系斗争，惨不忍睹。所以啊，我们可以做佛徒，但是最好不要做佛教徒；我们可以做基督徒，但是最好不要做基督教徒。我们其实完全可以把那个教字给摆脱掉，不要那个教。我是佛徒，我可以看圣经呀。可是如果有的人他成了佛教徒，那他就排斥圣经了。人啊，一旦有了排他性，那就会失去包容性，那就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其实呀，我们很难要求一个家庭上上下下都信同样的宗教。你看这一点都难了，那还讲其他的？就算很勉强，这一家大口子大大小小都信了同样的宗教，但是信的程度啊，其实也有点不一样，那就吵架了嘛。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人是来造就自己的，所以啊，我们之前的很多观念都是不客观的。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糊里糊涂当中，只是自己还不知道罢了。其实人一生出来就有差别待遇，那叫做个体的差异。所以人从来就不是生而平等的。所以说人是生而平等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应该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怎么平等？所以啊，西方人看到一个小孩就会问 What's your name？ 那就是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人是生而平等的。而我们华人，哪怕是在爱尔兰的华人，我们想见面了，基本上都不怎么先问名字，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老外的名字完全没有意义。你叫汤姆又怎么样？你叫 Jerry 又怎么样？你叫肯又如何？不代表任何事情，只是一个代号罢了。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你爸爸是谁，这就是有智慧的民族。你爸爸是谁比较重要啊，我管你叫什么名字。因为我们知道啊，人一出生就是不平等的，这样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是非常的可疑的，但是很多人都接受它，把自己给绑住了。所以啊，现在很多人的灵魂都已经被我们的肉体完全控制住了。我们应该认清自己，我们的这个肉体只是一生的这么一个工具，而并不是真正的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喻成旅馆，
那我们是那个来住旅馆的人，而不是旅馆本身。那我现在就问您啊，你去住旅馆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啊，这个旅馆的地毯啊已经脏了，然后要把它换一换？不会吧？可是有的人会觉得他的皮太皱了，要去拉皮。当一个人他去拉皮啊，去整容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为他所住的旅馆去整修了，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灵魂就被肉体蒙蔽住了。如果我们能够越来越了解自己，越来越看清真相，这样的人生才会更有意义，才会更有价值。灵魂呀，创造肉体是为了帮助灵魂来执行他这一生的工作。可是呢，肉体却喧宾夺主，不但不听灵魂的意见，还把灵魂整个的扭曲掉。你看我们现在都是身体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穿好的，我要吃好的，我要找刺激，我要舒适，这些都是为了身体而着想的。我们也应该考虑灵魂到底真的想要什么。当我们内心有冲突的时候啊，我们大概就会知道我们的灵魂正在跟肉体做挣扎。所以啊，灵魂就创造了一样东西，叫做心智。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只有身心2个方面，叫做身心健康，现在我们突然之间加了一个东西，叫做身心灵。这个灵本来叫做心，它不叫做灵。大概20年前啊，我们都一直说做人要身心2个方面都健康，因为那个时候啊，只是身体在跟我们的灵魂在对抗而已。身体啊，因为物质的关系，因为科技的进步，而越来越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所以啊，灵魂拿身体没有办法之后，他就创造了一个媒介，叫做心智。所以拿电脑来做比喻呢，一部电脑就是我们的身体，而那个磁盘呀，就是我们的心智。而电脑所显示的东西呢，是心智里面的软件。而除了电脑的硬件和软件以外呀，还有一只操作的手，那个操作的手呀，就是我们的灵魂。这样我们就会清楚了，灵是看不见的，但是实际上它应该是主人。然而现在呀，很不幸的，心智也背叛了我们的灵魂。因为心智一看肉体似乎比较有力量，于是心智就跟肉体联合起来蒙蔽我们的灵魂。所以啊，科技越发达，人类越愚昧。你去看所有的记载都可以看得出来，当科技没有发达以前，人类还蛮清醒的。可是呢，科技越发达，人类就越来越集体无意识。因为啊，灵魂上又加了一道锁，所以很多人都离开自己越来越远。这是当前人类应该小心的。以前啊，只是身体为所欲为，而现在心智也开始为所欲为了。有的人他觉得他怎么想，他不管这合不合灵魂的要求。眼睛是肉体的一部分，叫做肉眼。可是以前呢，人还有个心眼，我们一直把心眼当作贬义词，其实心眼才是好的。我们常常在讲，你要多长点心眼，不要完全没有心眼。可是后来那句话完全被丑化掉了。我们只相信肉眼而不相信心眼的话，那样人的行为就会越来越可怕。现在啊，我们会更加的清楚什么叫做灵魂。用现在的话来表示呢，就是大家最熟悉的2个字，就叫做良心了。一个人呀，他只要不讲良心，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法律拿他没有办法，道德拿他没有办法，宗教拿他没有办法，制度也拿他没有办法，什么都没有办法，那就是因为他没有良心。所以当下呀，人类最需要的就是良心。可是呢，很多人却在问，良心是什么？能吃吗？良心啊，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先天就有的。我们只要在晚上的11点到午夜的1点钟这2个小时，这2个小时里安安静静的，不看电视，不看手机，不上网，不听音乐，我们就能够听到我们心中的广播电台，完全在放送良心之声。可是呢，现在很多人那个时候要么在酒吧，要么在舞厅，要么在看手机，要么在看电脑。所以啊，良心之声是一天24个小时，全年无休。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现在很多人的灵魂啊，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主了，那就是表示我已经没有办法做主了。到处呢都是讲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啊，说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我跟你讲，你只要对你自己有信心，那老天爷就不照顾你了。因为你了不起了，你自己有办法，你相信你自己能解决，那老天爷我还来费心干什么？所以啊，我从来都没有对自己有信心，但是我一直对老天爷有信心。我们只可以对老天爷有信心，不能对自己有信心。我们要相信啊，像我们这样的人，老天爷会保佑我们的。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老天爷都不保佑我们，那算什么老天？这才是我们最大的信心。所以很多人现在几乎都只是在讲一些片面的道理，局部的真相。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比如有的人说不自由勿令死，那对吗？我不相信这句话。不自由勿令死下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一自由就堕落。你看苹果一自由它就变成自由落体，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马上就堕落。人也是的，那我们要追求什么自由了？我们为了那些不必要的自由，实际上损失的反而还更多。所以啊，我提这些问题呢，就是为了证明我们的灵魂到底有没有在动。所以我们只有身体在动，心智在动，同时灵魂还要跟着动，那样子才能够心想事成。所以我相信啊，人是要最终审判的，但是不是灵魂在审判，而是心智在审判。灵魂无罪，灵魂没有原罪。我想问您，如果我们有上辈子的话，我们的上辈子到底是什么？讲到这个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害怕了，可是你会不会知道，上辈子呀做人的人，这辈子再来做人的机会不多，因为大部分都还在地狱，还没有放出来，除非特赦。相反啊，上辈子是动物的，这辈子做人的机会反而很多，因为很多动物都不会做坏事，不必下地狱。这样你就明白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越看越像动物，因为大部分上辈子就是动物了，因为没有害人，所以就来投胎当人了。这样子岂不是很遗憾吗？所以啊，我们就应该知道，人一出生就有差异。他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人。我们毕竟认定我不是完人，金无足赤，没有100%的，能够99.999999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样子的黄金就已经很纯了。所以啊，人无完人。那什么叫完人呢？就是已经把人给做完了，准备回家了，这才叫完人。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不是神，就不是完人，这是我们大家自己要认定的。人啊，生下来都有缺陷，只不过每一个人的缺陷都不一样。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尊重。那我再问您了，人生最后是什么？所以我要讲的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土，非常的土。那就是呢，全世界的人，不管你是谁，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出生不一样，但是结局一样。它很妙，4个字就讲完了，叫做不了了之。汉武帝不了了之，秦始皇不了了之，爱因斯坦不了了之，随便你说谁都是不了了之。没有人能够把想做的事情做完才回去的，因为啊，只要你活着，就永远会有事情，而你不可能把事情处理完才走。所以我们每个人呀，都会是不了了之。那有人就说了，这样不是很消极吗？那人生还那么努力奋斗干什么？最后不都是不了了之吗？那就躺平吧，那奋斗还有什么用呢？不了了之其实有2种啊，我们奋斗的拼搏的就是其中的一种而已。好，那2种呢，第一种叫做睁大眼睛的不了了之，那就是叫做死不瞑目了。大部分的人呀都是死不瞑目的，你看一口气没有，眼睛还睁在那里，嘿嘿，然后周围人讲很多好话，把他抹一抹，他才闭下去了。而另外一种呢是心安理得啊，闭着眼睛的不了了之啊，我们的俗话就把它叫做求得好死。所以啊，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求得好死。我们华人骂人骂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家伙不得好死，这样我们就呼应起来了嘛。所以啊，一个人他只要不得好死，官做的再大没有用，钱挣的再多没有用，名声再大也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那就是不得好死了。而基督教里说呢，人死了之后要接受审判，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审判自己，叫做倒带，就是呢，我们把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事情像放电影一样倒过来。如果一个人36岁的时候揍了人家一拳，那他临终的时候也会被人家揍一拳，他砍人家一刀，他临终的时候也会被人家砍一刀，砍的部位完全一样，没有功过相抵，没有这回事儿的。该罚的一次也少不了，该赏的一次也多不了。所以啊，如果一个人说他礼拜一到礼拜六去做坏事，然后礼拜天呢又去拼命的去赎罪，那是没有用的，那是他在骗自己。你看现在很多人他去布施，就是因为他做了坏事啊，想用布施来抵。我告诉你没有用。人啊，临终的时候他会把一生用很快的速度来倒带，然后让他每一个都看到了。所以呢，为什么有的人他死了之后他眼睛还睁大大的，那就是因为他一倒带就看到很多人都在那里等他，哦，快来快来快来，你不要讨债哦，那他的眼睛怎么闭得下去了？所以啊，我从刚才讲到现在，我没有讲一句话是科学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倒带是事实啊。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所看的都是将来，而一个人年长了之后他所想的都是过去，尤其是快死的时候，他会把以前的所有都想一遍。
所以曾仕强老先生说他在年轻读高中的时候啊，他老师曾经都跟他讲，让他去读法律系、读政治系。他那个时候还是很年少无知啊，然后回去就跟他父亲讲，说爸爸，老师鼓励我去读法律系、政治系。然后父亲说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呢？但是报名费你自己出。所以他的父亲呢，一生都禁止他当法律界的人士，禁止他去从事政治。那是什么原因？长大了之后呢，曾仕强先生就问父亲为什么，然后父亲说，你去看那些律师啊，那些法官到老了之后都吃斋念佛，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想以前的事情，他一旦想到之前人家明明没有罪，他却判了别人3个月，那个人还没有死就被判了死刑，所以就吃斋念佛，那就是不堪回首嘛。那我们去从事那个行业做什么？所以老实讲啊，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不知道自己要去学什么系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有能力想到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事情吗？天晓得。可见啊，灵魂虽然是带着天命，但是呢，它永远是被蒙蔽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把自己的灵魂把它发掘出来呢？只有一个字，叫做修。所以啊，人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修。儒家里面讲修己，那就是改变自己。所以啊，我们的人生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不断的改变自己，而不是去改变别人。曾仕强老先生呢说，他在教育界50年，他从来都没有讲过自己要去改变任何人，因为那是笑话。我们人只有自己可以改变自己，别人绝对改变不了你，除非学生想听老师的话，否则老师的话他永远都听不进去。除非是一个小孩想主动听他父母的话，否则啊，我们的话子女通通都不接受。这才是科学。我们无法改变任何人，除非呢是他自己主动的愿意改变。那我现在就再问您了，您是接受一次生死论呢，还是多次生死论？如果您到现在呀还是相信一次生死论，我也很尊重您。实际上呢，能量是不灭的，灵魂是不灭的。所以啊，心经就告诉我们，不生不灭，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我们都没有死，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躯体，换了一件衣服罢了，换了一个旅店罢了。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